坠海的 F-35C 还没有捞起来，但待在航母上的其他 F-35C 又被新闻曝光，隐身涂料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。从美军公布的照片可以发现，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的 F-35C 战斗机，在经过近半年的海上部署后，隐身涂层已经出现严重磨损，呈现出生锈的模样。这些 F-35C 大部分机身都覆盖着红棕色条纹和斑点，主要集中在机身中央、机翼和尾部。事实上，可能是雷达吸收涂层中的铁材料生锈了，因为 F-35C 主要由复合材料制造的机身并不会生锈，而这通常意味着该机的隐身效果将大打折扣。世界上并没有真能隐身的飞机，隐身飞机不过是低可观测性飞机的俗称和绰号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飞机身上高科技的隐身衣，这就是美军对其隐身战机看上去生锈、讳莫如深、冷处理的原因。那么，隐身战机最神秘的隐身衣，也就是隐身涂料层，具体是什么结构，又是怎么让战机实现隐身的呢？飞机隐身的方法主要是有3个方面：一是运用隐蔽色降低肉眼可视度；二是降低红外辐射，主要是对飞机上容易产生红外辐射的部位采取隔热、降温等措施。但最关键的是第3种方法，减小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。这是因为雷达是各国军队防空系统无可替代的千里眼，如果能让雷达失效，那么防空系统的效能将显著下降。目前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的主要措施有设计合理的飞机外形、使用吸波和透波材料、主动对消、被动对消等等。在这些措施当中，外形设计又排在第1位，对雷达隐身的贡献程度高达90%。除了外形设计，吸波和透波材料也很重要，对雷达隐身的贡献程度接近10%。其中透波材料主要用于机头雷达罩，让对方射过来的雷达波透过而不形成反射，同时呢，又能让自身雷达发射的电磁波顺利穿过雷达罩。吸波材料则是像黑洞一样，将对方的雷达波吸收，让其有来无回。实际上，隐身飞机的隐身衣主要是指防雷达探测的吸波涂层。作为全球大卖的隐身战机 F-35自然受到更多关注。那 F-35到底在机身上涂抹了什么呢？一般来说呢，战机隐身涂层是有3层。第一层就是不仅降低雷达反射波，还可以隔绝蒙皮和外界的水分、空气直接接触，可以有效地提高飞机构件的寿命。这就是喷涂在机体表面蒙皮上的涂层。第2层和第3层则分别是雷达波吸层和红外反射涂层，其中吸波涂层算是核心。当然，吸波涂层也是有分类的，例如外层的含铁等耐高温金属原料的电介质涂层，内层的有黑的电阻型涂层。公开的隐身涂层原理是如此，但各型隐身战机的具体配方都有所不同，而且绝对保密，所以呈现出来的隐身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美军上世纪服役的 B-2隐身轰炸机，蒙皮就使用了多层碳纤维制成，并在最外层涂覆了含有微小铁珠的石墨涂料。当雷达波照射到蒙皮时，铁珠会首先吸收掉一部分雷达波，另一部分雷达波穿透涂层之后，在多层碳纤维之间的孔隙里不断散射，并最终耗尽能量，无法回馈雷达。而更加新锐的 F-35战机在隐身方面的一大改进，就是其 Helglass V 隐身涂层。这种深灰色并闪现金属光泽的隐身涂层，兼具雷达和红外隐身双重功能。洛马公司还宣称 ，F-35的隐身涂层在耐磨和坚固性能上将超过 F-22使用的上一代隐身涂层。但随着 F-35大批服役，洛马的夸大宣传露馅儿了。2018年12月，澳大利亚空军首批入役的2架 F-35A 就爆出机身隐身涂层难耐澳洲高温干燥气候，损耗速度超预期，严重到每一架次飞行之后都会出现涂层剥落。由于大量采用先进技术和超材料，美国的隐身飞机贵比黄金。但前有 F-117，当年在南联盟古董雷达面前现形被击落，隐身神话破灭。今又有 F-35隐身衣出现类似铁锈一样的大片棕色纹路和斑点，前程堪忧。看来美军光靠一味烧钱就想威慑四方很难。
F-35战机一系列问题也再次被暴露在大众面前。海军陆战队军官格拉兹尔在向美国国防部提交的报告中表示 ，F-35的耐用坚固度测试问题严重 ，F-35B 和 F-35C 被发现存在多处裂痕，飞行寿命测试不达标。尤其是 F-35B 的机身寿命过于短暂，可能最早在2026年就得扔到飞机坟场。而这一时间将比 F-35B 的预计寿命短了整整44年。报告还提及，多年以来虽然进行了多轮升级，可是 F-35的计算机系统、自动后勤信息系统、敌机威胁信息、目标信息和情报员的显示、融合、交换的数据链系统等均存在功能性问题。而困扰 F-35多年的网络安全脆弱性问题以及缺氧问题，则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这款飞机在亚太地区显得尤为水土不服，在至少8起坠机事故中，1半与亚太地区相关。本身现在我们说它就是实际上试验性的上舰，那么就是要让它出问题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军最后要权衡，那么你的这个5代机上舰所带来的作战能力的提升和你要付出的代价，维护保养的问题啊、成本提高啊，这些是不是哪个更重要一些？最后美军要根据自己的情况。那么根据未来战场的要求来去做出取舍。美军在南海摔了 F-35C 舰载机，至今还没有打捞出来。美西方媒体却猜忌中国会抢捞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表态，中国已经有2型隐身飞机已没有兴趣海底捞。请教一下杜先生，美军这次为何迟迟捞不到飞机残骸？他国捞到碎片真的有重大意义吗？这次 F-35的坠机海域相对特殊，特别是在出现撞击之后坠入海域，那这样呢，在深海地区，对于飞机的定位和打捞难度比较大。如果按照日本海保厅所公布的具体位置，水深达到了3000米。如果用各种声纳设备，首先确定飞机的状态和位置以及其他的参数需要时间。另外呢，在3000米高水压下进行各种打捞作业，难度也极高。所以目前看呢，如果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飞机的定位和打捞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美国目前也在利用所谓的难度去放大难度。他认为，如果丧事大办，至少可以让美国海军找到在南海存在的所谓正当理由。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反应速度，6个小时6艘作战舰艇到达指定海域并封锁，6架侦察机到达指定海域进行各种监视，也说明呢，对于水底的各种侦察行动也将会大幅度的展开。康涅狄格号的撞击地点和 F-35C 的坠机海域大概在500公里的间隔。如果通过打捞 F-35进行水下侦察，不排除美军会把自己的侦察触角延伸到其他地方，为在南海进行各种作战行动创造一些条件。F-35虽然是号称是高端战机，但是凭借像起落架舱门的碎片，包括在海面上撞击所形成的碎片，对于材料技术我们兴趣并不大，因为它的技术结构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，中国的2种隐身战机已经基本掌握，所以中国没有兴趣理所当然。